甄嬛离宫后，在宫外与果郡王品酒赏花，生活惬意。远离宫斗后的日子也算舒坦。当然，甄嬛后来自己也说过，在凌云峰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而且甄嬛在选秀前还特地去寺庙求了料牌子，可见她是非常不喜欢皇家的束缚和勾心斗角的。那么她自己好不容易从那个深渊走出来，为什么后来又再次返回皇宫，开始了步步惊心的生活呢？其中是离不开以下几点因素的。在果郡王出发去滇藏平乱时，甄嬛却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本来在无限幸福的待产中，可闻时出却带来了不好的消息。紧接着是眉庄前来告诉甄嬛，甄父在宁古塔重病，这几乎完全击垮了甄嬛。她本人是非常孝顺的，在离宫之前，怀孕时候听说父亲下狱了，即使对皇帝无限失望与厌恶，还是马上放低姿态去求皇上医治难产体虚。不论是为果郡王查明死因的角度，还是从拯救父亲的角度，甄嬛都不能坐以待毙。她孑然一身，无所顾忌。甄嬛在宫外多年，早就放下了对皇帝的感情，所以她此次回宫目的性很强，而回宫的契机很重要。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的让皇帝必须接她回宫呢？景熙知晓甄嬛心意之后，马上献计，用自己来换取苏培盛的帮助。因此此时只有苏培盛才是最能接近皇上的人。于是景熙对甄嬛说道，所以他有把握能够拿下苏培盛。景熙也早已筹划好了一切。这里提到苏培盛的私宅，可既是私宅，旁人又如何得知？可见苏培盛对景熙还是非常有情义的，甚至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了。所以其实苏培盛一早就已经开始追求景熙。苏培盛在私宅里看到景熙的背影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认出来之后也只有开心，于是马上叫人换上皇帝欣赏的茶叶。苏培盛非常照顾地说道。于是苏培盛借机就说，一个人住太冷清了。果然景熙开始表明来意。终于肯了。苏培盛这么说，可见他确实表明这个意思很久了。但是景熙不答应。苏培盛知道原因，却也不强求，只在身旁默默守候。景熙正是知道苏培盛的情谊，也知道苏培盛的能力，所以走了这一步棋。这一步棋又稳又关键。果然苏培盛马上办了靠谱的事儿。本来皇帝准备在2月2的时候留在宫里看折子，皇家最信福运，就算不信也得做给百姓看。所以苏培盛这么说，皇帝没有办法逃避着闭箱祈福的这个事儿。然后苏培盛抛出了一个建议，这个建议倒是提得刚刚好。皇帝才说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苏培盛并不傻，提出这个建议就是为了让皇帝否定，随即表现自己真正的意图。甘露寺，皇帝重复了一遍，苏培盛马上接到。苏培盛给了皇帝唯一的选择，甘露寺，人少又能祈福，皇帝没有理由不去。到这儿，皇帝已然有十足的理由前往。而苏培盛不愧是太监总管，还帮皇帝把潜在的不合适的理由给剔除了。虽然他知道皇帝仍然爱着甄嬛，但人前人后他给足了皇帝台阶，也给了他们偶遇的理由。而从皇帝自身的角度去看，他其实心里十分思念甄嬛。安平下药让他纵欲过度而高烧不起的时候，他在梦里叫的也是甄嬛的名字。到底是什么日子呢？当然是甄嬛的生日。离开多年，他还清楚地记得有关甄嬛的数字。多年来，皇帝对胧月也是千般万般宠爱。胧月纵使像纯元皇后，可是更像甄嬛。皇帝并不知道，这时候的他已经爱上了甄嬛，而非纯元的替身。他想念却拉不下脸。苏培盛的种种简直完全照着皇上的心意来，他自然不胜欣喜，也就有了甄嬛与皇帝的偶遇。随即甄嬛有了孩子的消息便传出了。而之前的一系列事情下来，皇后对后宫妃子的多次下手，太后已经心有余悸。皇后不仅利用齐妃使叶澜依不孕，还杀死齐妃夺走3阿哥，想要用绿豆汤暗害4阿哥。太后把一切其实都看在眼里，却无可奈何，多次警告皇后却不以为然。对于太后来说，要么把宜修拉下皇后的位置，可乌拉那拉氏再无可堪替代之人，也就是家族荣誉不保，要么任由皇后作恶，直到皇帝断子绝孙，两头为难。所以当甄嬛怀孕时，太后便多出了一个选择，那就是让甄嬛回宫，以此来制衡皇后。
太后毕竟是太后，永远还是以大清为重，因此杀了隆科多，而且还要制衡皇后，为大清100年做打算，最后他才会力保甄嬛回宫。至此，甄嬛回宫的每一步都完美进行，甄嬛也即将开始她腥风血雨的宫廷生活。她2次入宫都被迫无奈，却又走得步步缜密。甄嬛的人生注定与皇宫有羁绊，无比无奈却又无限精彩。